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些石斛兰是我从花草园地团购群团购回来的。这一颗是铜皮石斛，好像有9个枝杆，挺不错的。剩下的都是铁皮石斛。我现在拿着这一组是大的一组，左边这2组是散苗，散苗卖的比较便宜，质量看上去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大的这一组是一丛拔起来这样卖的，好多新的芽已经长出来了，上面还有很多高芽。我是准备把它分开一小丛来种植，看一下从哪里分开比较适合一些。把这些高芽首先拔起来，这些新芽都已经长叶子了，根也比较长，就直接种起来就好。枝杆上长了好多高芽，我要把这些高芽全部摘下来。这些铁皮石斛的叶子都差不多掉完了。我想可能是因为天气还比较冷，把这些铁皮石斛拔起来之后呢，这些叶子就很容易会脱落。没有叶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，它们的植株根还是非常的健康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看一下能不能这样掰开，根都长在一起了，还是用剪刀吧，用剪刀比较容易一点。我为什么要把它分开，而不是整一棵直接种起来呢？有几个原因。我把它们分开之后，更有利于它的新芽的生长。好像这一丛，这里还有一粒肥料呢。好像这一丛吧，新的苗都长这么高了，原来的枝杆还在下面。这样种起来的话，照顾好新的苗，原来下面的这些枝杆就被泥土埋得很深了。所以要把它们分开，重新种植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老的枝杆很多都已经是干死的，如果不把这些枝杆清理掉，它就很容易造成腐烂。这些铁皮石斛是兰场培育的，可以食用的石斛。成熟的枝杆，他们都会把它们剪下来。这些被剪过的铁皮石斛留下的枝杆很快就枯萎，必须把这些枯萎的干死的枝杆清理掉。这一次团购的铁皮石斛，不仅仅是这一些拿来种植的石斛，还有一些剪好的，像卖甘蔗那样一捆一捆的卖。买回来就可以直接的煲汤了。我看见群里的群友们分享他们收到的铁皮石斛的枝条，都是非常健康的。这一次我没有订购那些铁皮石斛的枝条，只是订购了这些铁皮石斛来种植。如果买了那些铁皮石斛的枝条，就直接可以煲汤吃了，就不需要自己种植。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大量的铁皮石斛来种植呢？就
就是要把这些铁皮石斛种植可以当菜吃的铁皮石斛。之前我已经种植了一批，那个时候买的量没有那么多，种植了几个月之后，那一批铁皮石斛的生长情况还是非常好的，有一些枝干都可以捡来煲汤了，所以还是比较有信心。加上群主卖的这些铁皮石斛的质量还是非常的好，量也比较多。之前我在其他的群里团购的铁皮石斛，20块钱就2个枝干。这些铁皮石斛呢，还是非常的便宜的，特别是这些散苗。反正我是用来繁殖的，散苗也没有什么关系，而且他们的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。这些散苗的植株非常的饱满健康，看看每一苗都非常的好。这些铁皮石斛我打算分成4盆来种植，大概是这样。今天的植料有一点不一样，这个是椰糠，这个是用来种植多肉的植料。这些植料里面沙土比较多，有火山岩、腐蚀、沙子，还有一些碎碎的树皮。这个是腐蚀、火山岩、珍珠岩。今天用的植料颗粒比较多，另外我还是加了一点点缓释肥，不需要很多。大概就是这个分量就可以。把它们混合好就可以种植。今天用的植料大部分都是颗粒的植料，颗粒多了，植料就不会那么容易板结。特别是这种用来种植多肉的植料，它里面包含的都是火山岩、腐蚀、沙子之类的，它的排水性比较好，应该比较适合种植石斛兰。今天用的盆子还是一个宽口的矮的陶瓷盆，下面放了一层陶粒。这种植料非常的松散，就算用手抓，它还是非常容易散开的。这种植料它的排水性、透气性也非常的好。种植铁皮石斛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把头部埋起来，不要埋得太深就可以。铁皮石斛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，它既不耐高温，也不耐寒冷。白天跟晚上的温度平均在22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。夏天的气温太高，冬天的气温太冷，它都不适合种植在室外。天气太冷或者是太热，最好是把它挪到室内，或者是做好预防的措施。对空气的湿度也比较高，平均达到70%到80%左右。对水分的要求也就是见干见湿，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浇透，等植料干了才浇水。把这些石斛兰种好之后呢，我在上面铺了一些火山岩，
铺上火山岩浇水的时候，这些小颗粒就不会被水冲掉。种植食用的铁皮石斛，最好是种植了3年之后才拿来吃。1年、2年的铁皮石斛，它们的营养价值会没有那么高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